很多人来到马六甲都会往机场街走，但真正陪伴不少当地人成长的是这里。这里没有观光区的人潮，却藏着不少几十年的老字号。26年了哦。你摆的路不对30这样，30多年了。可以30多年了。35年了。，nearly 50 years。有些味道默默卖了几十年，熟客还是天天报道。一回来我就来买巴士利啊，他们吉隆坡吃不到。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Batu Berendam，寻找当地人一直在吃的老字号。第一餐先从这家开始。来，这是什么包啊？这个是叉烧包、小肉包、大包，这个梅菜全部自己做的。比较多人点是什么包啊？梅菜自己我们才做的，我们26年了哦，2000年到现在有6点到12点半，就是星期三，周一到假期也是休息。OK。我们回到来马六甲了，然后这一站马六甲我们选的是叫Batu Berendam。其实Batu Berendam在哪里？它就在我们比较熟悉的马六甲市的隔壁啦。简单点来讲呢，它就是在马六甲机场的所在地啦。为什么会选到这一个点心店呢？因为我看到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心。原本在网上看大家讲说这一个是有季节的，有些又讲说是要周末才会有。很幸运啦，我们今天来到是星期二，它还是有这个炸榴莲。先试它的猪肠粉。猪肠粉很滑哦，这样子呢，它就有点偏向于 steam fish 的那一种酱油蒸啊，再加上它是有放叉烧，还有一点小虾这样子啊，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呢，它就比较鲜甜。KL 的猪肠粉跟马六甲的有什么分别？不一样的，因为马六甲猪肠粉是马六甲人做的。配的这一个辣椒，我觉得有点孜然，还有南姜、牛鸭丝一点点的辣椒啊。如果没有吃错的话，它的烧麦是鱼肉掺猪肉的，不会讲过咸，或者是讲没有味道。排骨呢是比较软嫩豆豉的味道，很香的咖喱味，再加上这个辣椒的提香提鲜，是蛮不错的。炸豆腐有什么魅力？吃了你就知道了。炸豆腐有魅力吗？有。点心店看到炸豆腐是有一点哈，对，结果吃下去哦不错，软软嫩嫩的日本豆腐，带一点微微的小甜，外面炸过的油香，还真的蛮不错。试看它的叉烧，它蛮特别的，它是用那个蛋糕的纸来做它的模型，很像muffin这样。比较普通的叉烧包，偏向于简单的一个叉烧调配，没有到麻汁或者是炭香，包的 texture 是不错的，不会讲粘牙，吃起来也是有点蓬松。刚刚梅菜包一撕开是好香，就很像那种家常菜煮的那个梅菜。吃起来是蛮清爽的一种梅菜，不是偏向于那种很咸的，比较像是新鲜的梅菜，像是自己腌制的那种梅菜。试一下这个甜橙味了它。比较偏甜口的小点心，它用很实的这一个榴莲泥啊，就是满满的榴莲炸酥皮上面呢，它有一点点那个维尼拉的香味，没有虏获你的芳心。没有，为什么？甜到有一点过腻。整体吃下来，我觉得这一家点心呢是蛮不错的，随意这样子点啊，基本上都过关。来到马六甲当然是要吃鸡饭粒啊，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一家，据说是当地开了蛮多年的一个鸡饭粒啊。很久没有来了，因为孙吉隆坡没有来，一回来我就来买巴士利啊，他们吉隆坡吃不到。吃很久了这个啊，要先 order 先是吗？啊，可以30多年了，9点开到3点，拜4个 holiday 的。来到马六甲，当然是要吃它的鸡饭粒啊。那天跟朋友聊起了，吃鸡饭习惯的，当然还是要吃那个一粒一粒的饭比较好吃。可是你来到马六甲，你就莫名的很想要吃这个鸡饭粒。鸡饭粒呢是稍微的比较黏，跟味来讲，我觉得它是有那个姜的香味，带一点微咸。这个鸡肉来讲，我觉得它做到很好的地方是它没有那个鸡腥味，风味来讲，鸡的高汤锁住在那个鸡肉里面了，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呢，它就有很浓的一个鸡肉的鲜甜。美中不足是它的肉稍微的比较干涩一点点，酱汁来讲它就是偏向于麻油跟酱油调配的蛮好，不会讲说特别的咸或者特别的油。整体吃下来，我觉得它鸡肉如果可以再更滑嫩的话，会更完美。
吃完马六甲鸡饭粒，我带你去吃一个马六甲的虾面，马六甲的虾面有什么不一样？还真的是不一样。喵！怕冷怕冷。35年了，一开始是我家婆的接手下来的。汤底是江鱼仔来的是吗？啊，这样子的，真材实料的，1给到2给。就是拜几啊？拜一。这一个就是炸虾面了。虾哩？虾在哪里？这一个就是炸虾面，就是他们的炸虾也可以在清汤里面，算这是马六甲的一个特色啊。好浓的江鱼仔汤底啊，好像有好多只江鱼仔在你的嘴里面游泳，可以选米粉面啦，然后我们就选了粿条，我觉得有点怀念，以前小时候吃的粿条就是比较偏这个 size 的。原来以前小时候吃的粿条就是这个味道，它就是很重的那个粉味，真的有以前的味道。虽然看不到虾，但是你吃起来还真的是有虾。它是不是很像猪猪武当的？对，嚼着呢，你就会吃到有虾壳在里面，软中带脆。这个要尽快吃，不要泡在里面太久，不然它就会软掉了。还有给这个 fish cake 鱼丸，整体味道不会到太惊艳了，但是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对。我们现在来这个Batu Berendam的 Coconut Shake， 然后蛮夸张的，它那一边就是一直在开椰子。这边也是整堆椰子啊，所以我们试试看啦。Pukul 9 sampai pukul 10 setengah malam. Ada cuti tak ada cuti. Daripada 2002. 每次我们都是去勒邦那边嘛，现在我们试看Batu Berendam。质感来讲，它反而不是到这样 creamy 的。如果是另外一家来讲，它是偏向于比较 creamy 比较 smooth。这个反而是椰水加椰肉，比较 refreshing 的 coconut shake。对，好就是没有这么椰奶咯，就不会这么腻哦。它的 ice cream 好吃，因为是 WALLS， 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偏向于喜欢这种椰水椰肉口味的话呢，我觉得这一个可能会比较适合你。如果你是比较喜欢 creamy 比较 smooth， 可能另外一家会比较对胃口啦。然后它刚刚还有 free 这一桶龙眼水，这味道来一个，给你喝完了这个 coconut shake， 倒那个龙眼水下去，然后就送这样整大壶。对的，亲，我还以为你刚才 order 也的是吓到，哇，我还以为你这样厉害 order 要喝完呢。臣妾不敢，怎样喝完它？真是好不好？哎，不要，不要，自己倒。那你好意思啊？但是大家最好事先确认啊，如果你是很在意这一个礼物的，它的冰放太多了，所以喝起来就蛮淡一下的。 At least 仲有龍眼嘅味道。他就算送我整架也没用，因为我实在看不懂了。我们要继续下一家了。现在我们来了另外一个喝水的地方。Sudah sampai nak? Hari cuti? Hari cuti. Tiap-tiap hari ada. 原本以为这个芒果是芒果冰沙，可以喝得出它是有用到新鲜果汁，当然我相信有掺了一些浓缩这样子吧。酸的还是甜的？买定你手。对你讲买都是亏了，因为它有酸有甜。这样好维尼拉跟来讲，我觉得比较一般一点啦。整体喝下来，我觉得它味道是 OK 啦。猜我们下一站要去哪里？我知道，我们要去吃面粉的地方。你就知道啊？刚才我有走看到了。哎呀！累了是吗？有11点到4点，休息拜几啊？拜5。
这一个就是干捞冬阴，将冬阴去了那里呢，自己 DIY 捞一捞，在捞的过程中呢，它是很香很浓郁的冬阴酱。为什么它冬阴可是它是黑色的？在拌酱的时候呢，它是先有黑酱油那些在底下的，然后它才能放他们的那个自制的冬阴酱。刚刚我吃第一口的时候，冬阴酱是真的好香好香，而且它是带一点微酸，很解腻，没有辣。它味道很辣，然后我一直觉得它有一个香味啊，我觉得它可能那个味道就是南姜，如果没有错来，它就是一直带着一个类似南姜这样的风味在那里。它还有给2只还蛮大只的虾，还有一点那种海水的鲜味。它的面粉糕来讲，它是有一点咬劲，但是它不会到非常的 chewy。虽然它不够 Q 弹，可是有那种咬面粉的口感哦，就蛮好咬一下的。我的这一期会再 Q 弹一点，吃到底下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多油在下面了。整体吃下来，我觉得这一家比较舍得下料下本钱啦，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比较足的那些分量跟口味口感。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马六甲面包界的网红店。这一家据说是马六甲面包界的网红店啊，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我们就来打包几个试看看了。听说了很久了，然后最出名的就是那个千层面包。如果今晚你们没有吃完，可以。这个的话，你跟在它的日程，历是3到4天。这个的话是建议3天内吃完。我们刚刚 check in 了我们的酒店，然后这个酒店我订的是 king size 双人床的，有窗户的。进到来的话，它 condition 我觉得是稍微的旧了一点点啦，带一点烟味啦。订了这个酒店，因为要方便整个行程啦，没关系啦，我们住1天而已。再试看刚刚买的这一些面包啦，千层手撕吐司，可是刚刚有点撕不动，那我们终于撕开它了。这家据说是他开始带动这个千层吐司的店来的，然后当年在马六甲也是红极一时，然后整个全马也看到这个千层吐司啊。刚刚这样子吃下来，我觉得 that's why 它会因为这一个爆红啊。之前我们吃过的其他品牌、其他的面包店呢，都是偏向于奶油味道很重，而且是很油的那一种。这一个呢不会很油啊，因为有些他们一拿出来其实就是油的了，这个反而没有这么油。网上说是奶油味道很香，但是我觉得并不是讲说很香很香，而是我觉得刚刚好。我还以为它是不是有油嘛？它是有点奶香，但是它不是那种奶到很油很腻啊，加上了这个面粉本身的香气啊，松松软软。我觉得这样子的搭配才是最美。虽然它没有一层一层的可以撕开，可是它的味道是我喜欢的。这个是刚刚店员介绍的。撕开它的那一刻呢，果然好得芋泥啊。我本来以为它的芋泥会很甜的那种，结果没有很甜哦。饮汁面没了，就比较它就没有太多的颗粒感，就比较凸显了肉松，鲜鲜香香的味道，而且芋泥是后面越嚼越香。果然啊，它的面包都很不错，面包松松软软，很好咬，是很有嚼劲，稍微的带点小咸口。反而多多只是到最后它是一个点缀了。这次的椰丝麻糬香的口感，多了一种被烤过的椰丝香味啊，椰糖香味是很浓。Born in Malacca, made with passion。所以3个吃下来，你比较喜欢哪一个？比较喜欢这个，还有它的豆豆。我比较喜欢它的千层面包，还有肉丝面包。我们2个中都还是有这个哦。开多少年了？是有30年去这样子。我们是10点开啊，大概差不多6点多起。休息星期几啊？星期一。原本我来这一家呢，也是要点它的这个鸡饭粒的，可是它卖完了，因为我们来的时间已经是差不多它接近要关门的时间了。主要是因为我想要试它的这一个炸鸡肠。我第一次听有鸡肠，今天是饥不择食。原本我以为它白白色这样好像没有什么调味，反正刚才吃下去的时候呢，是有一点带鸡油香气的，只是说它会稍微的偏咸口一点。鸡妈妈的 body 香吗？
鸡肉我觉得稍微的干深了一点。鸡皮是很香，比较像是那种 roasted 的风味。没有吃过炸鸡肠啊，可是刚刚一吃进去的口感，它真的是有点惊艳到，就有点像是 keropok 而且是香香脆脆的那一种，油香油香，不会讲说很吸油，带着淡淡的那个肠的香味啊，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小零嘴啊。这里是哪里？海边呢？巴杜伯伦岛有海边的没有啊。等周末我们会来到这里，因为我们刚刚是要去公园运动的，可是因为时间太迟，所以我直接选择来海边了。你运动是为了什么？减肥了。这样你桌子上面的是什么？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哇，这只真的好大，每次用不完。可以分2个人用。早知道是这样。哎呦，太阳要下山了，还不快点！这么我们来这里呢，因为去马达加姆是有人讲啊，这么去爬山看夕阳啊，你看，所以我就带他来海边看夕阳了。刚好想到我们上一次有来过，是蛮不错，而且也晚上有东西吃啊。然后我们就想说来这个沙滩走走啊，然后就顺便吃一点东西咯。其实这一带的话，我们上次有拍过1集了的啦，所以有兴趣看的朋友可以看回去这一集，但是我自己看不下去了。我个太喜。上一次我们要看夕阳，看不到夕阳，今天有夕阳，可是我们不在那个马吉斯了。今天夕阳出现了，可是我们被挡住了。哎，你的王牌，我的王才每天来这里跑啊。来啦，他的地盘来的。现在就看一下有什么档口啦，我们就买一些食物。Berapa ni? Satu RM6, dua RM10. Dia satu saiz. Sama macam ni, 72 ounce. Oh, tak ada kecilnya Tak lah. ada kecil, kita satu saiz saja. Ah, boleh satu. Boleh. Okey, 85. Peniaga semua lebih kurang pukul 3. Hari biasa 10.30 11. Weekend 12 1. Ini RM40, satu RM3. 哇，它该seafood ni。 Ini berapa satu? RM2. 我们是看有没有沙巴的味道。对，其实沙巴蛮多烧鸡翼的。Macam mana jual? Dia ada 18, 25, 35, 45 dan 35. Dia 10 biji RM5. Berapa ni? Kalau dua macam ni 15. Dua kursi satu meja, tak ada limit. Duduk sampai puas hati. 果然是很绿绿的一批。泡到不会很甜啊，而且不会很白吧，它就不会很涩，茶叶味道也不够重啊，所以它就是稍微的比较奶味。对，所以是还 OK 的。试看这一个，该seafood。整条街最亮的仔就是它了。你一路过呢，烟就是一直不会停的，就是它了。有没有沙巴的味道嘞？要你吃才知道。这一个它是烤到蛮好的，不会烤得太焖啊。有炭香气的嘞，开玩笑。真的，说法来讲，它烤到不会很干干菜菜啊，吃起来它还是滑滑嫩嫩的，还是有一点太嫩了就是太湿了啦。啊！如果它的鸡屁股再烤干一点，就会更好吃。鸡翼来讲呢，它就有点烤得过焦了啦，把它的皮还是扒得掉了，烤到滑滑嫩嫩的，炭香味是很足，稍微的带点小甜口的。如果想念沙巴的味道，可以来马六甲解解馋。这一档来讲，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它的烤鸡翼跟那个烤鸡屁股，所以这个是目前西马吃到最好吃的了。这样加了辣椒的那个是不是更好吃？这个 Lego 我点的是有辣椒酱，这个辣椒酱呢，我一吃进去的时候就好有中学时期的味道，就是有一个安哥会在学校门外面，他就会卖那种串串的，然后他就会淋一个辣椒酱，就很类似的辣椒酱啊，所以我就吃下去就哇，好有那个味道。中学会吃到的味道。原来 KK 的青春跟发生的青春是一样的，不可以这样讲。90后的青春都是一样。哦，对。吃下去的时候，它其实就有一个烟熏的味道，好像用木材 smoke 出来的那种味道。觉得它的酱汁不配它的羊肉，我觉得是好像有点打架了。它的熏的问题，很奇怪它那个味道。肉质来讲呢，它是稍微的比较干、比较老了，我觉得这个是养阿公了，不是养妹妹了。你会比较推哪一档？这样整体吃下来，我会比较推这个鸡翼。
可以你自己开门啦。呀，他讲可以吗？收吗？我有问过了的。可以呀。这一家呢，如果大家要的话，可以先预定了，因为他刚才是讲他货不多了，他的糕点的话就有这一些，所以我们就看看他剩什么。Hari-hari pun ada buka Hari-hari. setengah tapi pre order Pre biasa order. sampai Jumaat. Kita duduk sini habis-habis lah kalau Sabtu Ahad. Ah. Kadang pukul 12, pukul 1 dah habis ya habis lah. 还有我要的那几样都刚好有啊。再去另外一家，然后我也是那边打包了，我们再一起试啊。从我的妈妈，我们年轻就开始做，应该有30这样吧。沙哥、沙哥加米一头，这些那一个 tray 全部一头。这是颜色，黑色是那个藕骨叶哦，红色是蓝的。其实那一区的话呢有几家了，那我只是选了这2家。这个黑色的安菇龟，它就更加看得到那个乌龟的造型啊，还有那个寿字都很清楚啊。味道的话呢，它是真的吃得出那个叶子的香味啊，口感不会到很糯。加分的是它的豆沙，因为它的豆沙是炒的比较干干香香的，不会很咸，也不会很甜。安菇贵看得多，可是你看过里面有放芋头的吗？对。可能这一代也蛮喜欢芋头，因为昨天那个面包店也是有芋泥。这一代的芋泥蛮有意思的，因为它就是那种没有太过度加工的芋泥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会比较喜欢啊。面皮反而会比较糯，比较拉丝。这一个砂锅来讲呢，我就觉得它比较一般一点，口感来讲是好咬的，很有嚼劲。淡淡的椰糖香气。整个砂锅里面还有椰丝啦。这样子的吃法，要撕开它。九层糕我觉得很不错，因为它这个真的是有很传统的九层糕香味啊，淡淡的椰浆香气，比较像是小时候吃过的那种九层糕的风味啊。其实，在马六甲这一带呢，我也发现到很多在专卖这个龟哥的呀，我们之后也会多试几家啦。这一家呢，也是很多人推荐讲它蛮不错的。我不确定有没有吃错啦，这一家的它应该是有掺了一点椰丝在里面，外面呢它是炸过了，它就会比较的焦脆，甜甜脆脆，还有吃盐。一个是番薯的甜甜甜，一个是外层的甜。难怪马六甲这样多贵哥咧。等你吃下来呢，我只想吃这个龟哥了。大家有买过拿出来还是温热的糕点吗？从我们刚才到现在啊，它都还是带着一点温温热热的，而且整个 onde 是还 QQ 弹弹、软软糯糯。它的椰丝是有点偏向于好像很老的一个椰丝这样，里面的糖也是在流行的，有 smoke 过的椰香味，所以整个都是很烟熏啊。这个可惜的是那个椰丝是我吃不太惯的椰丝了。很香的椰子香味已经是渗透进去那个面皮了，再加上呢这个椰丝也是我们比较吃得惯的椰丝了，没有被烤焦的那种味道啊。外层很像鸡蛋糕这样，阿邦 mix 鸡蛋糕的口感，主要的灵魂是在这个榴莲糕，就很像我们马六甲买特产的那种一条的榴莲豆豆，它也是算是蛮新鲜制作。整体吃下来，这个 Double Chuchu 的我最喜欢是它的龟果起。Setengah buka, tu pokoknya 12 lah. 12 ah. Hari cuti. Nanti ya try je. 1 minggu 2 hari lah. Nearly 50 years, I'm fourth generation Wanton Mee. Papa Prakara, making the wanton mee in Patupuna. I try until last, I successful. When I try, I throw all the tea now. My wife, my son also angry with me. You throw, you wasting. I say the tea is not okay because I want the tea to taste good to your tongue. The tea stick to your tongue. Yeah. So wonderful. 云吞面的口感呢，它是很弹牙，不会太粗或者太幼的那种面身。至于它的酱汁呢，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蛮简单的油香味，比较吃得出云吞面本身的味道，不会讲说很复杂或重口味叉烧，看起来比较传统、比较干身的新春风味。可是它吃起来就是偏向于卤出来的那种叉烧。云吞的话呢，就是麻油跟胡椒的简单调配啦。如果没有错的话，它就是在白色云吞面的基础上面再加了一点点的酱油跟调味啦，比较淡一点的酱汁，不是那种黑酱油去调配啊，盖一点酱油上去罢了。个人来讲，我会比较 prefer 它的白云吞面。
出名什么啊？拉沙啦，拉沙这也是有啦。皮胶面是什么意思啊？平汤的或者干的咯，放约一饼叉烧。算清汤面的一个。对啦，但是马六甲是比较普通。拉沙就是娘的拉沙，有30多年了，6点半到1点。休息星期几啊？星期日。拉萨来讲是属于很浓厚的来又很顺滑，完全是靠那个香料在提香，再加上它尾韵有那个辣，它真的是好吃不腻。那西安好新鲜哦，红红的，粉粉的，粉嫩粉嫩。哇，这个粿条做干捞会更好吃哦，它还很弹牙，而且有宽度，比较有口感。再搭配它的炸酸跟香鱼饼是很弹牙的，也是偏向于卤的那种叉烧。豆皮来讲呢，豆皮香气会比较足，包裹着那个馅料，这一个手打的就会比较鲜甜，就比较吃得出鱼鲜味。但口感来讲，它不是到很弹牙，可是还有一点韧性，对，有刷刷口感的猪皮，再配上它嫩嫩的娘料，软的来又带一点脆口的猪皮。整体吃下来，我觉得这一家我会比较喜欢它的拉萨。所以我们本期的 MVP 是谁呢？所以本期巴杜本人蛋我们会选的 MVP 是千层吐司，奶油跟面粉的香味是搭配的刚刚好的，而且不会过油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本期巴杜本人蛋的介绍。喜欢南疆的朋友，欢迎来巴杜本人蛋体验哦。我们下期见。